人事总监在年会上宣布整个信息部年终奖全部为零。会场瞬间鸦雀无声，接着又投入一枚重磅消息：实习生柳如烟表现优异，奖励2万元。看着那个只会泡咖啡的姑娘，没有争吵，没有质问，我们默默走回工位，指尖在键盘上敲下辞职信。谁也没料到，3天后，程序员的致命反击就到了。整个信息部年终奖全部为零。我能清晰听见血液冲上大脑的轰鸣，视线扫过身旁的老张，这位在公司干了近20年的老黄牛，嘴唇微张，却说不出一个字。隔了一个位置的李浩，我们部门最年轻有冲劲的程序员，桌下的拳头已死死攥紧，偌大的会场死寂的诡异。人事总监似乎很满意这种效果。下面我们要特别表彰一位优秀的员工，实习生柳如烟。在实习期间，工作积极，表现优异，为公司营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围。经公司决定，特别奖励人民币2万元。我看着他了半晌，才反应过来，这是那个每天踩点上班，端着咖啡串本八卦，唯一工作是问要不要喝咖啡的实习生。他的电脑永远停在购物网站或热播剧，实习报告错字连篇，逻辑混乱。可这样的人却被评为表现优异，拿了2万奖金，而我们呢？哼。未赶新系统上线，信息部连续1个月连轴转。老张孩子发高烧，他视频看了一眼就扎进机房，在公司行军床上睡了半个月。他总说系统稳定压倒一切。冲动的李浩为修复至数据泄露的紧急 bug， 错过和女友的3周年纪念日，红着眼对我说：“凡哥，没事，一个 bug 而已，看我秒了他。”我作为主管，带着团队攻克 AI 项目的硬骨头。外部专家说要半年的技术难关，我们2个月攻克，无数个深夜，办公室只有键盘声和呼吸声，每个人桌上都放着浓咖啡和药。本以为这份付出年终能换来应有的回报与尊重，可现实给了我们狠狠一巴掌，我们的价值是0。会议在 CEO 激情澎湃的总结陈词中结束了。让我们继续携手，为了公司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奋斗，哈哈，可笑。回到信息部那片熟悉的、贴满了各种系统架构图的区域，空气死寂的可怕。那些曾经让我充满成就感的字符，此刻看起来却像是一篇篇笑话。我移动鼠标，关掉了所有的监控窗口，然后在桌面上新建了一个空白的 Word 文档，敲下了3个字：没有控诉，没有抱怨，只是按照最标准的格式陈述辞职的意愿和日期。写完后，将文档直接拖进了我们信息部的内部工作群，没有附带任何一句话。老张直接甩上来一张图片，那是我发的辞职信模板，右下角牵着他那龙飞凤舞的名字张建国。算我一个，这鸟气不受了。紧接着是李浩，凡哥，我们跟你走，我早就不想干了。然后群里像是被点燃了引线的炸药桶，算我一个，特喵的，老子不伺候了。凡哥，模板收到，已签名。一条条消息不断弹出，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和签名文件被上传，整个信息部14个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那份文档上14个签名，层层叠叠，像一道用决心铸成的坚固壁垒。庄主管，赵总让您过去一下。能隐约听到他在那边高声炫耀的声音。哎呀，我都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赵总非要给我发奖金，真是不好意思。我收回视线，将那份签满了名字的集体辞职信打印出来。赵天峰正靠在他的真皮老板椅上，悠闲地品着茶，看到我闯进来，眉头一皱：“庄主管，你进门前不知道要敲门吗？你们技术部的人就是这么没规矩。”他的语气里充满了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我没有理会他的训斥，径直走到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这是我们信息部全体成员的辞职信。赵天峰的视线落在纸上，当他看清辞职信3个大字以及下面那一长串密密麻麻的签名时，脸上的悠闲瞬间凝固。他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我，声音里充满了不屑和嘲弄。庄必凡，你这是在干什么？带头逼宫？你以为自己很重要，拿着整个部门来威胁我？在他眼里，我们这些搞技术的，大概就是一群随时可以替换的码农，一群没有脑子，只知道敲代码的工具人。我懒得与他争辩，尊严不是靠争吵得来的。平静地陈述事实。赵总，我们是来辞职的，不是来威胁的。按照公司规定和劳动合同，我们提前3天提交辞职申请，这是我们全体成员的共同决定，请您批准。他猛地从椅子上坐直身体，手指点着那份辞职信，声音陡然提高：“批准！我告诉你们，想走可以，但是别拿这个来要挟公司。”哼，庄必凡，别太高看自己了。地球离了谁都转，公司离了你们信息部也一样转得好好的。你信不信？我今天把招聘信息挂出去，明天想进我们公司的人能从这里排到大街上，比你们便宜，比你们听话的多的是。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上蹿下跳的小丑。
身后传来赵天风气急败坏的咆哮：“庄必凡，你给我站住！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我没有停下脚步，干脆利落地拉开门走了出去，将那个男人的无能狂怒彻底关在了门后。辞职流程启动，3天交接期如无声倒计时。赵天风果然说到做到，人事部当天就把招聘信息挂满各大平台，薪资比我们低20%，还火速找了支号称业内精英的外包团队待命接手。全公司都在等着看我们这群刺头灰溜溜的滚蛋，然后被新人迅速取代。赵天风大概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他才是公司的掌控者，任何人都无法挑战他的权威。我把部门所有人召集起来，开了最后一次短会。3天时间，按规定做好交接。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们的原则是不主动破坏，不恶意隐瞒，但也没有义务提供教学式服务。凡哥，那帮孙子这么对我们还给他们好好交接，我直接把数据库删了算了。胡闹！我们是技术人员，不是地痞流氓，我们有我们的职业操守。我顿了顿，环视着每一个兄弟的脸，声音放缓了一些。我们要走，也要走得体体面面，光明正大，把所有该交接的东西，代码、文档、服务器密码全部整理归档，一样都不能少。但是公司只规定了要交接是什么，可没规定要交接为什么。老张第一个反应过来，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心领神会的笑容。我明白了，凡哥，这套系统是我们亲手搭建的，沉淀了公司近10年业务，新旧模块盘根错节，藏着无数适配历史遗留问题的自定义接口与祖传代码。这些代码的初衷，接口对接的边缘业务，只有我们清楚。交接文档我们会写的详尽规范，列明模块功能、服务器密码，但长期实操积累的隐性经验，短时间内根本传不完。比如某模块凌晨执行脚本，底层逻辑，边缘服务器作为认证节点的重启优先级，这些藏在代码后的细节，得跟着业务跑几轮才能摸清，不是文档能说清的。接下来3天，信息部全员高效整理文档、归档代码，脸上带着近乎神圣的平静。外包团队很快进驻，为首的是个头发油光锃亮的男人，看我们的眼神满是不屑，仿佛我们是该被淘汰的旧时代残次品。他被赵天风安排和李浩交接前端业务。你这代码写的不规范啊，变量命名太随意了，我们团队的风格都是统一的。李浩脸上挤出一个僵硬的微笑。是吗？那可能是我们水平不行吧。文档都在这里了，你们可以自己重构。他把一沓厚厚的文档推过去，任凭对方怎么指指点点，都只回答是对。文档里有写，让那个油头男人憋了一肚子火，却无处发泄。老张负责交接核心数据库，他列好所有标准访问权限的账号密码，交给外包的数据库管理员。对方核对完，皱着眉问：就这些？那些财务部、市场部要的特殊报表，数据源从哪里调？那些都是我们为了方便临时写的快捷脚本，不属于常规交接范围。你们技术这么好，重新写一套肯定更快。他没多说一句，那些脚本其实关联着几十个跨部门数据库，真要重新梳理，工程量堪比重构半个系统。最后一天，我拿着一份系统最高管理员权限移交确认书，走进了赵天风的办公室。外包团队的负责人也在。我当着赵天风的面，将所有系统的最高权限账号和密码移交给了那个油头男人。请确认所有权限已交接完毕，然后在这里签字。油头男人草草看了一眼，便迫不及待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赵天风看着那份确认书，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很好，庄必凡，你看公司没有你们，不是一样运转的很好吗？希望你以后能吸取教训。我看着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心里没有任何波澜。赵总，再见。不是再也不见。回到信息部，所有人都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一个个纸箱装着我们在这里几年，甚至10几年的青春。走吧。我们10几个人抱着纸箱走出了这个我们曾经为之奋斗过的地方，没有人回头。离开公司的第一天，我把手机调成了飞行模式，睡了整整12个小时，仿佛要把过去1年透支的睡眠全都补回来。第二天，我组织团队的所有人找了个山里的农家乐，搞了一场迟到的年会，没有西装革履，没有领导发言，只有烧烤、小麦果汁和山野间自由的风，大家彻底放开了，好喝的满脸通红。凡哥，你说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经发现自己接了个烂摊子？老张慢悠悠地烤着一块鸡翅，头也不抬地说：今天还早，他们最多会发现一些报表出不来，一些小工具不好使，就像人感冒了流鼻涕，不舒服但死不了。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呢。我看着远处连绵的青山，心情是从未有过的轻松。我们手机全部开了静音，随意的扔在桌上，只想享受这片刻的安宁。与此同时，我们曾经战斗过的那栋写字楼里，却早已是另一番景象。怎么回事？我的周报系统怎么生成不了数据了？销售总监的咆哮响彻整个楼层，外包团队被紧急叫过去，对着电脑查了半天，满头大汗。他们发现数据接口是通的，代码逻辑也没问题，但就是抓取不到任何数据。其实问题出在报表系统依赖的底层数据清洗脚本上，这个脚本关联着用户行为日志的触发条件。老张当初优化性能时写进了交接文档的附属说明里，只是藏在密密麻麻的细节里，外包团队压根没留意。赵天风接到报告，把外包团队的负责人叫到办公室痛骂了一顿。
这点小事都搞不定，我花钱请你们来是干什么的？一群废物！他粗暴地将问题归结为磨合期常态，痛斥外包团队效率低下。为了彰显自己对工作的重视，赵天峰特意派了他的宝贝侄女柳如烟过去，美其名曰监督外包团队的进度。机房里，柳如烟对着那些焦头烂额的程序员指手画脚。哎，你们这些理的也太乱了吧，看着多不舒服。这个机柜上面怎么这么多灰？你们就不能擦干净一点吗？影响公司形象。外包团队敢怒不敢言，心里把赵天峰和柳如烟骂了千百遍，手上的活却越忙越乱，问题接踵而至。行政部门近视不时失灵，员工打卡频频失败，市场部活动页面图片加载失败，这些小问题凑在一起，就像成群的小虫在公司各个角落钻来钻去，搅得人心惶惶。外包团队疲于奔命，焦头烂额，却始终找不到问题的根源。赵天峰对此毫无察觉，或者说他刻意无视了这些小问题。此刻他正坐在办公室里，志得意满地向 CEO 汇报工作。CEO 请放心，一切尽在掌握。新的技术团队非常专业，而且比以前的团队更听话。最重要的是，每年为公司节省了近100万的人力成本。电话那头的 CEO 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很好，天峰，你这次做得不错。成本控制是董事会一直强调的。3天后和星海资本的最终融资演示，一定不能出任何岔子。这4点其一，关系到公司未来的生死存亡。您放心，万无一失。老张看着跳动的火焰，悠悠地感慨了一句：“我猜他们明天就要开始抓虾了。抓虾，我看是屁滚尿流。”我看着他们笑了笑，平静地吐出一句话：“不是后天，我算过，核心数据处理模块的缓存刷新周期是72小时。”我的声音很轻，却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他们看着我，眼神里有惊讶，有恍然，最后都变成了心照不宣的笑意。我们离开的第3天，无数员工发现公司的内部 OA 系统，那个被我们戏称为公司神经网络的平台，开始频繁掉线，整个公司的工作流程瞬间陷入半瘫痪状态。紧接着，财务软件与核心数据库接口毫无征兆的集体爆错，成千上万条账目无法核对，月末结算彻底停摆。财务总监的脸都绿了，他冲进赵天峰的办公室，几乎是吼着说：“赵总，再不解决，我们连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外包团队彻底乱了阵脚，像无头苍蝇在机房里乱窜，折腾了一整夜。他们终于发现个恐怖的事实：公司几乎所有核心服务都依赖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内部调度中心，而这个调度中心的交接文档，除了几个服务器 IP， 几乎一片空白。这他妈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他尝试着重启其中一个看起来像是主服务器的服务，希望能有所改善。随着那个服务的关闭，10几个关联应用应声崩溃，报错信息占满整个监控屏。赵天峰终于开始慌了，他终于意识到事情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控制。他疯狂地让助理给庄必凡打电话。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打，继续打，给他发信息，发邮件，告诉他，只要他肯回来，条件随便他开。他又去翻通讯录，挨个找老张、李浩以及我们部门其他人的电话，结果毫无例外，所有人的电话都联系不上。你们不是号称业内精英吗？怎么连个破系统都搞不定？我告诉你们，如果明天融资演示出了问题，我让你们1分钱都拿不到。外包负责人被他骂得狗血淋头，积压了2天的火气也终于爆发了。赵总，你少在这里威胁我啊！这系统根本就不是人做的，就是个地雷阵。你们之前的团队根本就没把核心逻辑的实操细节讲透。那是你们自己没本事。赵天峰色厉内荏的反驳：“我们没本事，你以为技术是换个灯泡那么简单吗？这套系统是人家养了7、8年的亲儿子，你把人家的儿子抢过来，还想让他管你叫爹，做梦！”外包负责人说完，直接带着他的人摔门而去，撂下一句：“这活我们不干了，你自己另请高明吧。”办公室里只剩下赵天峰一个人，他终于感到了恐惧。融资演示当天，星海资本的代表团准时到达公司，为首的首席投资官表情严肃，目光锐利的。会议室里气氛凝重 ，CEO 强装镇定，介绍着公司的宏伟蓝图。赵天峰坐在身旁，背脊绷得笔直，紧握的双拳和额头的冷汗，却暴露了内心的极度恐慌。昨天外包团队撂挑子后，他花重金连夜请了组救火队员，这群人通宵忙活，也只勉强让 OA 系统能间歇性登录，其他问题一概束手无策。只说系统底层逻辑太复杂，没有几个月的熟悉，根本动不了。如今赵天峰只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奇迹上。下面让我们为大家演示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基于大数据的 AI 精准营销平台。演示启动，大屏幕上出现平台的登录界面，看起来一切正常。赵天峰的心稍微放回了肚子里一点。我们的平台可以根据用户的实时行为数据进行动态分析，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广告投放。技术人员试图调取一组模拟用户的实时数据，进行现场分析。
赵天风的冷汗瞬间就从额头流了下来。突然，屏幕中央跳出的一行鲜红的、触目惊心的报错代码。核心数据总线无响应，赵天风死死地盯着屏幕，大脑一片空白。机房里，那群救火队员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不行，主数据总线被锁死了，认证脚本失效了，所有的请求都被拒绝。怎么会这样？昨天明明还是好的。一个年轻的程序员突然想起了什么，他调出系统日志，脸色惨白地大叫起来：“我知道了，是缓存，是那个72小时自动刷新的底层认证缓存，刷新后触发了和硬件信息绑定的认证脚本。缓存刷新后，一个我们亲手编写的与服务器硬件信息强绑定的认证脚本被触发。这脚本是我们当初为保障系统安全，防止代码被非法篡改设置的防护机制。若检测到硬件环境或管理员权限非正常变更，缓存刷新时就会自动锁死核心数据总线。这时，负责监控备用服务器的程序员绝望地喊道：“备用服务器也被锁了，安全策略被触发了，有人连续输错了5次紧急解锁密码。是谁？谁会这么蠢？”混乱中，有人想起了昨天那个在机房里指手画脚的身影。柳如烟，是他。就在刚刚，柳如烟看到服务器亮起了报警灯，自作主张重启备用机，胡乱输了几次猜测的密码，直接触发了最严格的安防策略，系统判定遭遇恶意攻击，进入最高级别永久锁定。这个被 CEO 吹嘘为公司未来承载4.7亿融资希望的核心平台，彻底沦为废铁。星海资本的首席投资官面无表情地站了起来，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西装，目光扫过脸色灰败的 CEO 和抖如筛糠的赵天风。看来贵公司的技术稳定性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吧。说完，他带着团队转身离去。4.7亿的融资化为泡影。CEO 站在原地，身体摇晃了一下，他猛地转过头，用一种近乎世人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赵天风。山里的信号不太好，直到我们驱车回到市区，我的手机才疯狂地震动起来。我点开通话记录，最多的是 CEO， 从昨天下午就没停过，配套的短信更是上演了一出变脸戏。庄主管看到信息速回电，有要事商议。庄必凡，系统出了点问题，需要你协助解决。庄必凡，你到底想怎么样？立刻给我回电话，你必须为这次的事故负全部责任。最后一条发送于半小时前，语气又软了下来。庄先生，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我们谈谈，条件不是问题。哼。然后是赵天风的信息，满是不堪入目的咒骂与歇斯底里的威胁，我懒得细看，直接删除。还有人事总监陈姐，她发来了一条语音：小庄啊，你看这事儿闹的，大家都是同事一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快回来吧，赵总他也是一时糊涂。我面无表情的听完，按下了删除键。这时，团队群里李浩发来一个新闻链接，并且艾特了所有人。新闻内容详细报道了今天上午融资失败的全过程，群里瞬间就炸了。哈哈哈哈哈哈！大快人心，爽，实在是太爽了！屏幕这头的我都能感受到他们那种扬眉吐气的痛快。老张发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是我们不交接，是他们的脑子无法交接我们的智慧。我一直紧绷的神经，在这一刻终于彻底松弛下来。我找到 CEO 的手机号码，编辑了一条短信。我记得赵总亲口说过，我们随时可以被替代，祝公司早日找到合适的替代者。CEO 看着屏幕上的那行字，面部肌肉因为极度的愤怒而扭曲，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将那部最新款的手机狠狠地砸向墙壁，手机在撞击下4分5裂，零件散落一地。而公司内部融资失败的真正原因，像病毒一样在公司内部的各个小群里疯狂传播。听说了吗？4.7个亿，就因为赵天风扣了信息部的年终奖，全黄了。何止啊！他还把奖金给了一个只会泡咖啡的实习生，就是他那个侄女。我的天，这操作也太迷惑了吧！把一群财神爷全逼走了。现在好了，公司要完蛋了，我们估计也得跟着一起滚蛋。公司紧急召开了董事会，所有董事都黑着脸，空气压抑的能凝出水来。CEO 和赵天风像两个等待审判的犯人，站在会议室中央。赵天风，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大的股东，一位年过60的老人，将一份报纸狠狠地摔在桌子上，正是那篇报道融资失败的新闻。赵天风仍然试图做最后的挣扎，开始倒打一耙。董事长，这不关我的事，是庄必凡那个团队，他们怀恨在心，恶意破坏公司的系统，他们在交接的时候埋了雷，这是有预谋的破坏。他试图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们这些已经离职的人身上。然而 CEO 此刻为了自保，早已顾不上和他之间的情谊。然而 CEO 此刻为了自保，早已顾不上和他之间的情谊。办公室里立刻响起了赵天风那得意洋洋的声音。CEO 请放心，一切尽在掌握。新的技术团队非常专业，而且比以前的团队更听话。这是3天前赵天风向 CEO 打包票的通话录音。这还没完，他的助理将一份打印出来的文件分发给在座的每一个人。这是我们从人事部一位员工那里拿到的匿名材料，是年终总结大会的会议记录，上面清楚地写着信息部年终奖为0，实习生柳如烟奖励2万。证据确凿，无可辩驳。混账！
为了省了点年终奖，你让公司损失了4.7个亿，你这是管理，你这是在掘公司的祖坟。他们不在乎我们是否受了委屈，他们在乎的是赵天风愚蠢的管理决策，直接导致了他们每个人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公司会起诉你，追讨这次事件造成的一切损失。滚！赵天风瘫倒在地，嘴里还喃喃地念叨着：“不是我，不是我。”赵天风瘫倒在地，嘴里还喃喃地念叨着：“不是我，不是我。”他的那个宝贝侄女柳如烟也在当天被立刻辞退。他收拾东西的时候，还在跟旁边的同事抱怨：“真是倒霉，本来还想再干2个月的，公司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大家看他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白痴。CEO 虽然靠着出卖赵天风，暂时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但董事会也给他下了最后通牒：3天之内联系上庄必凡的团队，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给我请回来。如果请不回来，你也给我滚蛋。CEO 拿着这份死命令，焦头烂额。他尝试联系之前合作过的猎头，想高薪挖一个同样水平的技术团队来救火。可猎头们听完这烂摊子，都像躲瘟神似的婉拒。不好意思，王总，这种灭火的活儿风险太高，我们没法接。你们这系统恐怕只有原来的团队才玩得转了。CEO 挂掉一个又一个电话，终于感到了什么叫真正的绝望。我们的团队一战成名，有人说我们是最有骨气的技术人，也有人说我们是教科书式的反击。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打到了我的手机上，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喂，请问是庄必凡，庄主管吗？我是。你好，我是 A 公司的 CTO， 我叫周毅。我的心跳漏了一拍，那可是业内数一数二的互联网巨头，周毅更是传说中的技术大牛，很多我们现在在用的开源框架都有他的贡献。周总您好，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庄主管，我就开门见山了，我为你的团队准备了一份补偿年终奖。我长期关注你们团队在技术社区的分享，你们的技术能力和专业精神我非常欣赏。这次的事情我也听说了，说实话，我很敬佩你们的团队凝聚力和骨气。我正式邀请你和你的整个团队加入我们 A 公司，负责一个全新的我们内部定位为 S 级的战略项目。他顿了顿，然后抛出了他的条件：你们团队全员现有薪资基础上涨幅50%，你过来直接担任技术总监，向我汇报。另外，团队每个人都有一笔丰厚的签字费，作为我们迟到的年终奖。他半开玩笑地说：我可以保证这个数字远超那个2万块。这条件优厚到让我有些不敢相信，但更打动我的是他话语里透露出的那种对我们技术价值的认可和尊重，但我没有立刻答应。周总，非常感谢您的赏识，但这需要我和我的团队成员商量一下，我不能替他们做决定。应该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团队领袖。我等你的好消息。我拉了一个线上会议室，把公司和前东家的意向都原本地告诉了团队里的每一个人，让他们自己做出选择。情况就是这样 ，A 公司给出了优厚的条件和尊重，前东家那边 CEO 也通过我父母施压，希望我们回去救火。大家怎么想？都说说吧。话音刚落，李浩第一个跳出来：回去？他们是疯了吧？把我们当什么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吗？就算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可能再踏进那个破门一步。老张也慢悠悠地开口了。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2次，前老板那套是把我们当棋子。A 公司的周总是圈内公认的懂技术，也尊重技术的人，跟着他干有前途，心里也舒坦。他的话代表了团队里所有老成持重员工的心声。最终结果毫无悬念，全部选择加入公司。我立刻给公司的周毅回了电话，正式答复他，我们团队愿意整体加入。欢迎加入，庄总监。我相信这是我们双方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同时，我也给前 CEO 回了一条信息：王总，感谢公司的培养，我们已经找到了新的岗位，恕难从命。信息发出后，我直接将他拉黑。据说前 CEO 收到这条消息后，第2天就向董事会递交了辞呈。几天后 ，A 公司通过官方渠道高调宣布了我们团队的加入，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半年后，我们在公司主导的新产品成功上线，产品凭借其创新的技术和极致的用户体验，一经发布便引爆了市场，用户数据呈指数级增长。很快 ，A 公司宣布完成了由星海资本领投的10亿融资，公司为我们举办了盛大的庆功宴。宴会上，周毅在所有员工面前公开表彰了我们团队。作为技术总监，我被邀请上台发言。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一行行代码，一个个算法，他们没有感情，但掌握技术的人是有温度的。我们的价值不应该被某个领导随口说出的冰冷的数字所定义，更不应该被一个红包的厚度所衡量。我们的价值应该由我们亲手创造的未来来证明。
这场风波过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走向了正轨。偶尔会从一些旧同事的口中听到关于钱东家和赵天风的消息。我的钱东家在苦苦挣扎了几个月后，最终被一家不知名的小公司低价收购，曾经的品牌彻底消失在了时代的尘埃里。至于赵天风，因为履历上那个无法抹去的巨大污点，他在互联网行业内已经无法立足，据说最后转行去卖保险了。听到这些消息，我的内心毫无波澜，就像在听一个与自己无关的遥远故事。我知道，一个靠投机取巧、靠践踏别人尊严来攫取利益的时代正在过去，而一个属于我们这些脚踏实地、靠技术和汗水吃饭的人的时代才刚刚开始。